欢迎来到本届挑战者杯第6次巅峰对决。在一个关于小银龙挑战赛的一个宣传片中是这样说的：当时710连跟这些新人、跟这些稚嫩的脸庞是说，你们不仅仅代表自己的一个手法、自己的这个个人能力，同样也代表着整个青训营上百名选手的一个最强战力。而这一刻，它不仅仅代表着青训营，而代表的是整个非 KPL 级别赛道的荣光。来看对抗路，曹操对司空震，子墨选出了司空震，自打野位置，行之选，打野位置，杨戬要来吗？杨戬原坦，会是这样的对位吗？来了，杨戬原坦。这场比赛被ban了6局的杨戬，两边这个英雄都帮助自己的队伍在上一场巅峰对决中获胜。中路沈梦溪对位没有问题，没有任何的悬念，发育路来了。发育路会不会是戈亚打艾琳呢？两边如果是这样的对局，那就是以不变应万变。柚子的戈亚要出吗？换今天表现更好的吃叉，而小麦选择了3战全胜的艾琳。是的，小雨选择了今天表现非常好的吃叉。那在游走位的选择，我觉得朵莉亚应该是没跑吧？是没跑了。朵莉亚配盾山，那等于说，北京微博在之前对阵到成都 A 超会那场比赛的巅峰对决之上，只有一个位置做了一个对抗路，对换阵，就是曹操换成了司空震，其他的位置完全没有变。而对手其实也做了一个变阵，是在发育路，当时是戈亚，现在换成了吃叉，我觉得他也是规避掉了，如果对面选艾琳，对，戈亚不好打艾琳的这个点。其实在这个局间的时候，跟小塔也是反复去聊，发育路上面，如果是选到一手戈亚面对艾琳的时候呢，对位实在太难受了。所以他这手变阵也确实是考虑到了对手上一次出的巅峰对决阵容，两边都做了一定的优化。是的，但不同的点在于上一场比赛面对到 KSG 当时的打野是选择了大司命。对的，但双大杨戬的话没有那么怕大司命。来吧，刚才聊过，青训破军如果获胜，保底3强，而北京微博全年的成绩则是季军起步。问题是，北京微博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的语音说了一句压力非常大。我觉得不仅仅是因为今天破军带给他们的压力，而且今天一旦痛失好局输掉，掉入败者组，再一次面对到成都 A 超会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成都 A 超会他还跟上一场一样呢？说不定在近几天的这个磨练过程当中，成都 A 超会已经完全找回了状态呢。败者组有3座山要去翻越，而胜者组进入到胜决，只差这1小局进入比赛，谁能够与济南阿鲁侠会师胜者组决赛巅峰对决，进入比赛。蓝色方青训破军，红色方北京微博。大家好，我是美梦。大家好，我是潇洒。这把双方是一个常规开局。我刚看9星的盾山是把对面的红区看了一个遍儿。上路的话，柚子的沈梦溪先赶过来，来帮无言的曹操控资源。但是听约的沈梦溪虽然状态不好，后赶过来可以帮忙控一个空间之灵也是非常赚的。下路因为有朵莉亚的存在，所以没必要赖线，是可以跟对手换血的。对他左边这个下路2v2对抗啊，沈梦溪来了，可能想越，这波伤害可能不太够，塔下有减伤。太早了，3个人在塔下爆发，就算全灌上去，艾琳也能吃得住。他这波主要还是依靠于自己的下路双人组对线更强，就即便是我这波换血换亏了，我中路线也是有杨戬来补的。他们这套阵容的核心奥义就是要给杨戬
足够的经济，让他在4分钟那个时间节点把第一波暴君的架给接住。一直在等，就在等辅助过来，这样杨戬能多分钱。这杨戬一直在中路蹭线，神梦溪过来打波状态，消耗一下。这个时间点的杨戬的战力还是非常强的。在当时济南阿拉布侠面对到北京 GDG 的时候，那场比赛 GDG 也是拿出了对抗路的司空刃。其实，在中期的时候呢，是打出了非常强的一个压制效果。那司空刃，如果你选出来之后，前期其实司空刃跟曹操差不多的，前期你都要帮他去控小资源，不能让对手拿太多，起码要保持一个平衡。然后就看双方在打团的时候，谁能够给自己家的对抗路创造一个比较舒适的进场环境。我觉得他可能一来呢是司空刃今天子墨玩的非常好，二来呢这个司空刃其实打吃叉很舒服。在相同经济的情况下，吃叉面对司空刃是没有太多反制手段的。反正都是收割位嘛，进去就看谁的残局处理的更好了。是的。这样子墨是有了一个红 buff 的待遇，这样曹操就难受了。两边侧重点完全不同，一边是由打野，一边是由上路。这个位置的话，杨戬3段大招拉开，自己被打了一个半血，再刷一个大招。这样马上就要刷暴君了。看沈梦溪，柚子的沈梦溪，他的动向是想要先帮曹操过一波对抗路的线，让杨戬在中路陪朵莉亚2个人，他们把上路的河道全部打开了，先帮对抗路做优，然后再过来打暴君团。但是北京微博的选择先把下路做优，这波团北京微博子墨不一定能过来，主要吃叉吃这个线吃的很难受啊，得让人来解一下。杨戬这个位置被袁谭打残，3段大招回一下，自己得让队友接一口。那这个位置没状态了，被动也掉了，拖到了子墨赶过来，但子墨身上的红 buff 掉了。那这波团双方都不急，杨戬需要用大招回状态。司空刃在跟曹操互相拉扯，两边应该是同时赶过来，要动手了，要先打人，挤过去就打野，司空刃落地打伤害，再跟杨戬大招已经用过了，第一滴血被子墨司空刃给收掉。看他吃叉进去伤害不够，自己还被追着打，艾琳开大招残血，1滴血被杀掉，2个丝血走掉。但是我觉得这波暖阳的判断很精准啊，看到了冉翔那个杨戬那个状态还敢上去接龙。那我就直接动手打你了，也是有提前量的。他前置已经把杨戬第一个大招，当时在中右草的河道已经打出来了，还有被动也掉了。对，杨戬当时韧性不够，这也是我们聊过。哎，先看上路这波可能要被抓，有闪现 ，A 一下感觉交大了，那还行。交大招立刻关掉。就是说暖阳他这个袁坦啊，目前是5战全胜，几乎每一局拿出来之后呢，都有一个很好的表现。我觉得还是对于时机的把控，对于战场临场的一个判断，对，比较精准。而且这个英雄在整个前期的数值是非常高的，很符合北京微博这个赛季在挑杯的一个打法。刚刚冉翔就是过度相信自己的坦度，但他的出装其实他红刀杨戬第一件起暗影战斧的话，现在没坦度，就是一个战士身把。而且刚刚那个血量，袁谭一个人就差不多快把他给杀掉了。对，随便来个人补伤害就走不掉。这个时候的杨戬，他其实杀伤力很足，他的坦度源于被动，跟朵亚提供的第2个大招，把这个蓝抢了。后续再追，朵莉亚这个墙没过去，自己交一手治疗也被留在蓝 buff 坑里。这样朵姐各死一次。虽然这个蓝 buff 是被对手反了，但是现在这个局面对于微博来讲是可以掌控的，经济还是领先1000多。是，而且整个上半区就像今天北京微博那一局上野一样，司空刃发挥太舒服了。这样的话，单线曹操面对司空刃，在司空刃带红的情况下打不过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你看中路的经济，柚子放线放的很多，然后听月这边有1助攻1击杀，他的经济比对手
高了好多啊，他伤害很这波高，杨栾扛不住有感觉。点脱节，朵利亚在哪里？远在天边，刷不上技能啊！现在刷上了，一下，晚了，晚了。司空震再把曹操赶走，这样一来可以控对手的蓝 buff， 甚至可以压波中。上路解波线，上路的一塔是能推的。中路的话要看青训破军的防守力度，感觉北京微博节奏大开。艾琳的话是一个法球流的出装，伤害是非常足的。感觉青训破军在最关键的对局当中突然打得有些散了。这2波都是杨戬去进到对面的野区，但是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收益。一波是进蓝区反掉蓝 buff， 但把朵利亚留到里面了。一波是自己进红，自己进红的话倒，因为前置朵利亚倒了，自己第一时间没有双大，朵利亚极限距离给他刷了个大，但那个时候自己已经被下了血了。看这个位置，暖阳蹲的，回来一砸，不知道河道草有个圆探，这把暖阳发力，还在发力。目前这个局势对于破军来讲很难扳回来。暖阳在本届挑杯已经拿过8小局的 MVP， 在队伍每陷入逆风的时候，他总能找到一些机会帮助队伍化解困境。下路你不回防，直接压你高地。闪现来追，有点急了。这让曹操上去留人，真留不住啊。主要这沈梦溪他还有闪现啊。现在看得出来，这个局面破军知道想找破局点，如果不打的话，这个竞技差只会被越拉越大。中一塔破掉，所以他们不断的找机会，真的是又被微博用兵线拉扯了。中一塔没了之后，后边的团战更难接。现在中路队位差了1500，这个草是用2技能探的。现在微博真的吃一堑长一智了，之前被蹲过的草，现在好好的去探一下。这波是爆50来打的，圆弹顶过去，3技能过墙，先拉开身位。杨戬直接被艾琳秒掉，司空震带红过来，一个人追着4个人打，往前追。曹操没闪现，上一波闪现的伏笔来了，能留一个再追过来，锋芒毕露，3个人头再追，队友已经离他而去，但自己就要打出气势。这势如破竹，下路有龙兵可以直接破高。9分钟6比0的人头，巅峰对决，北京微博气势如虹，一颗雷线清不掉。你让北京微博拿了优势之后，就会像之前有一把根本不给你机会啊！现在青训破军只能去拖一下核心位置的发育了，正面团接不了了，这个经济差完全打不了。现在双大杨戬，不知道杨戬能不能活到第2个大招刷出来？他怎么可能活到？这圆弹感觉往他一砸就没了。这个出装的杨戬。军事局是能打的，顺风局压制力很强，但是逆风之后就扛不住了。主要北京微博他这把侧重点放到上半区太聪明了，就强势的朵利亚加吃叉的一个对线是快速的被度过了。破军还是想要靠蹲伏，看能不能打个先手，但是9星明显已经在吸取之前的教训，在排草。下半区视野没必要往前靠，就给你个盾山。3万滴血，要拼城吗？感觉北京微博打人可能更，微博肯定是想把龙拉脱的，不想跟你拼城。来打人，杨戬狗过去，司空震侧翼开一个大招，大招落地被吓人，龙先拿到，曹操被打成残血。艾琳跟上输出，司空震先收沈梦溪的人头。正面的话，小雨虽然换了一个，但是正面是有些溃败的，而且龙没了，司空震还在追，子墨已经要追到对手水晶了，这已经正面有点顶不住了。这司空震大招进场之后，没有人拦得住他呀，真的是直接被撕碎了。主要控制太少了，这是个大顺风司空震，一个打2、3个都没问题的。上野2个反甲挤过去，中路高地推掉10分钟的时间。北京微博大军压境，艾琳一个大招配合司空震的伤害，这2个双射手现在的战力太强了。有一手朵利亚的治疗保住了曹操，但是正面杨戬，但杨戬这个位置扛不住啊，还有一个大招也扛不住。那下路、中路都有兵线，感觉微博可以尝试打一波。对手都很残，需要回去补状态。下路还是超级兵，兵线没人来清，感觉要直接强力水晶了。强力水晶来了，胜者组决赛，让我们恭喜北京微博。今天北京微博在陷入逆风的情况下，每个人在巅峰对决都有不同程度的发挥，而暖阳这手6战全胜的圆坦依旧稳定发力。
在这场 BO7中，经验不是枷锁，而成为他们最锋利的武器。这场巅峰对决只能说姜还是老的辣呀。是的，最终北京微博靠着自己的沉稳、耐心，还是抓住了破军这群年轻小伙子露出的破绽。再次恭喜北京微博。